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今天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粉可以做薄煎饼。首先是绿豆粉，注意不是绿豆淀粉。如果豆粉里有小疙瘩，先加入2/3的水，搅拌成稠糊糊，把里面的疙瘩搅开，再加入剩余的水。如果豆粉比较新鲜，没有疙瘩，你可以一次把水都倒进去。搅匀之后呢，它的稀稠程度是这个样子的。不要马上做煎饼，一定要让它醒半个小时。如果马上上锅，就是这个效果，会很粘锅，做不出完整的煎饼。半个小时的时间里，豆粉吸收水分，充分融合在一起之后呢，再开始做煎饼。先搅一搅，不满1勺的量。锅烧热，刷油，放入面糊。用做煎饼的小木耙把面糊迅速摊开，很快边边就翘起来了，你可以翻面了。同样的锅，同样的面糊，就是醒了半个小时，它可以做到完全不粘锅。煎饼很薄，反面轻轻煎一煎就熟了。继续做下一个，趁热刷油。煎饼摊开，煎熟出锅。刚煎出来的煎饼呢比较脆，但是呢这么一个一个摞起来，下面的煎饼呢就会慢慢变软。从下面拿一个出来，绿豆粉做出来的煎饼韧性很强，你看我怎么蹂躏它都不会破开。这是绿豆粉自带的功能，你卷菜、卷肉、卷果子都没有问题。下面来看看玉米粉。我调整了水分，把它搅成同样的稀稠程度，也是等半个小时再上锅。跟绿豆粉煎饼比起来呢，它摊不薄，而且有一点粘锅。但是呢，可以成型，至少还有煎饼的样子。韧性比较差，轻轻一扯就断开了。玉米煎饼有玉米的味道，绿豆煎饼有豆粉的味道，看个人的口味了。对于麸质过敏的人来说，这2个饼都可以作为面粉煎饼的替代。如果吃面粉的话呢，我们最后来看看普通面粉的效果。面粉一次加入水，也是同样的稀稠程度，醒半个小时，然后上锅，刷油，摊饼。跟其他饼相比，这个饼很容易摊开，所以它很薄，边边翘起来了，翻面。轻轻烙一烙就出锅。上面的有一点脆，压在下面的会变软。
也是从下面拿一张，比较薄，有一点透明，你可以看到手指，韧性也是非常好。但是跟绿豆煎饼比起来呢，它有一点发黏。如果你的铸铁锅保养的不是很好的话呢，会粘锅，一不小心就做成浆糊了。我今天没有用其他调料，只用了各种粉和水，让你可以直观的看到粉跟粉之间的区别。总结一下，绿豆粉做煎饼效果最好，不会粘锅，而且韧性很好。但是豆粉的味道重，玉米煎饼韧性差一些，而且有一点粘锅，但是呢，也可以成型做煎饼。面粉煎饼韧性很好，而且味道柔和，但是呢，有一点黏，对锅的要求高一些。你了解了各种粉的特性之后呢，你可以自己选择用什么粉，也可以加入其他调料来丰富煎饼的味道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集再见。